正值壮年的清德宗溘然长逝，老佛爷也在1天内随他而去。2个权力的统治者相继驾崩，这一切究竟是阴谋还是巧合呢？光绪离世的背后又暗藏什么玄机呢？2008年，专家验出真实死因，真相让人不寒而栗。作为清朝的第11位皇帝，光绪也算是史上最悲惨的一位皇帝。他一生都未真正掌握到皇帝的大权，虽有着皇帝的名号，但却像傀儡一样活着。而他的身上还有一件100年来让无数人惊叹的未解之谜，那就是他的死因。公元1908年11月14日的深夜，太监呢像往常一样推开瀛台含元殿的房门，想问问正在里面读书的光绪是否需要伺候就寝，却发现光绪脸色惨白地趴在书桌上，早已没了气息。小太监吓得直接摔倒在地。就这样，大清王朝第11位皇帝驾鹤西去了。但却因为他死时崇陵还没有建好，所以光绪死后并未直接入土为安，而是停在清西陵梁葛庄的行宫，一直到1913年11月，崇陵大部分修好，光绪才得以入土为安。而此时大清王朝已经灭亡1年多了，不得不说光绪真是一个苦命的皇帝。生前没有得到实际的权力就算了，死后还没得到应有的安宁。因为在他驾崩的22个小时后，慈禧也相继驾崩，所以民间传言光绪是被慈禧害死的。毕竟慈禧一直都在控制压迫着光绪，2人之间的仇恨很深。慈禧在病重无力回天的时候，仍旧在算计光绪，他还把权力重回光绪手中，光绪会毁了他苦心经营的一切，所以便想带着光绪一起升天。于是弥留之际的他派人去害了正值壮年的光绪，直到确定光绪已经离开人世后，他才安心的咽气。民间对光绪的死猜测诸多，就连欧洲各国呢也曾公开怀疑过此事。在他们看来，慈禧和光绪死亡的时间离得这么近，很有可能是谋杀。但是按照正史和历史界的研究，光绪确实可能是死于疾病的。根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，在清朝的那么多位皇帝中，就光绪病的次数最多，仅仅被幽禁在瀛台的10年间里，他的脉案就高达900多次。从仅存的那些病例上来看呢，他就是个活生生的病秧子，不仅得了一堆慢性疾病，而且还心肾两亏，肝火旺，脾胃弱，身体素质是非常的差，甚至连进食都有困难。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，对于光绪的病症，他也只敢开一些不痛不痒的汤药，这样长期各种并发症聚集在一起，确实是有可能导致心肺功能逐渐衰竭并死亡。但令人产生怀疑的是，按照皇家丧葬惯例，皇帝驾崩后要把灵柩摆放在殿内2天，供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瞻仰遗容进行告别。但光绪驾崩时却非常特殊，遗体入棺后只摆放了1小时就快速封棺，然后被运送到景山的官德殿停放，不允许任何人靠近。如此特殊的流程，是不是有人在刻意隐瞒些什么呢？只可惜已经断了气的遗体不能开口说话，光绪的死因也终究成了谜。就这样一直过了100多年，一直到2008年，在北京的某个研究室内，一个由多部门专家组成的科研小组开始对一撮头发进行了研究。头发的主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苦命的光绪皇帝。在专家们对光绪的头发进行检测以后，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，他头发中的砷含量已经是达到了2404微克，这个数据呢是普通人的2404倍，很明显是异常的。而专家们口中所说的砷还有一个另外的名字砒，其化合物3氧化2砷就是砒霜，也就是说砷是砒霜的主要组成部分，是毒性极强的化学物质。除此以外，相关人员在对光绪的尸骨进行检查时，也发现他的砒霜中毒已经比较深了，再加上他内衣的砒霜含量高于外衣，其中肠胃部分的衣服砒霜含量是最高的。由此可见，
光绪尸骨中的砒霜并不是因为外部环境影响才有的，而是来源于他的体内，是他自己吃进去的。种种证据都表明，光绪其实是死于急性砒霜中毒。那么下毒的人究竟是谁呢？虽然光绪只是一个傀儡皇帝，但不论如何，他也是名正言顺的一国之君。在尊卑有别的封建时代，究竟是谁有那么胆大，敢下毒害他？难道真的是传言中的慈禧，又或者是还有其他人？对于光绪的突然离世，他的老师德龄也是非常震惊。多年后，他在自己所写的书中揭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清宫内幕。与传言中不同，他并不认为害死光绪的是慈禧，在他看来，太监总管李莲英才是害死光绪的真凶。德龄所写的书中有一个专门的章节，就叫李莲英。书中记录着李莲英在清宫中的跋扈生活。他表示，李莲英深得慈禧的宠爱，经常仗着慈禧的宠爱横行霸道。对于光绪皇帝，他并没有任何一点的尊重，甚至还在光绪被幽禁期间，他经常以欺负光绪来博得慈禧的欢心。面对如此嚣张跋扈的李莲英，光绪又会是何反应呢？自然是恨之入骨。他身为一国之君，却要被一个太监欺负，心中自然是愤恨无比的。光绪还曾偷偷的在日记中写道，他认为慈禧一定会死在他之前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那天第一批下令斩杀的一定会是李莲英和袁世凯。不巧，这个日记还被李莲英看到了。眼看慈禧病重，李莲英心中也是十分恐慌，他十分害怕光绪会报复他，所以在慈禧还没死之前，他就抢先一步要了光绪的性命。而他本身就是慈禧的心腹，就算抛开私人恩怨，从忠诚上面来说，他帮主子除掉眼中钉也确实是合情合理的。且他本身就是太监总管，在宫中可谓是权势滔天，在光绪的食物中下毒，对于他来说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。不过这只是德龄的一面之词。也有人说德龄看不惯李莲英的嚣张跋扈，所以才故意在书中给他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。毕竟有传言说李莲英和光绪的关系很好，他不会害光绪。李莲英进宫的时间早，是看着光绪长大的人。光绪年幼时，他经常和光绪一起玩耍，光绪本身也很喜欢他，一直都叫他安达，翻译成汉语就是师傅的意思。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时，慈禧带着光绪仓皇逃跑，路上李莲英见光绪衣服单薄，却没有人管，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光绪穿。光绪也曾多次表示，如果没有李莲英，那他活不到后来。既然不是李莲英，那么还会有谁会害光绪呢？有不少人认为是袁世凯。光绪这一生做过最有勇气的事儿，就是发动戊戌变法了。可惜的是，变法最终失败了。而在光绪看来，变法之所以会失败，是因为袁世凯告了密，所以他对袁世凯恨之入骨，甚至多次表示一定要斩杀袁世凯。对于光绪的愤怒，袁世凯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，所以他才一直讨好慈禧，只求慈禧能够保住他。奈何慈禧终究是老了，身体也是越来越不行。眼看慈禧病入膏肓，袁世凯也是慌得很，他是最不希望光绪重新掌权的，因此便有了光绪是袁世凯杀死的说法。末代皇帝溥仪也在回忆录中写道，他亲耳听到宫中的老人说，光绪死前一天还是好好的，只是吃了一剂药就坏了，后来才知道那药是袁世凯送去的。但也有人表示，袁世凯是有杀光绪的动机，可当时谁都算不到慈禧究竟什么时候死，袁世凯不会算得那么准。总之光绪的死因虽然已经被科学证实了，但凶手仍旧是没找到的，谁也不知道这位可怜的皇帝究竟是死在谁的手里。